美国议员扬言要断供沙特先进武器，这是给中国送来的大礼包。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费元少。就在中国推动沙特与伊朗恢复外交关系之后，美国嘴上表示欢迎，但实质性的报复很快就会到来。据中东媒体报道，美国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墨菲和共和党参议员麦克里共同提出了一项议案，要求拜登政府依照1961年通过的对外援助法案，停止向沙特阿拉伯提供安全援助，也就是停止向沙特出口先进的武器装备和安全保障。这2名美国议员声称，美国武器不能放在侵犯人权者的手中。按照该议案，拜登政府必须向国会提交更详尽的沙特人权记录报告，需要沙特为卡舒吉案自证清白。正是由于卡舒吉案，拜登曾经把沙特称为贱民国家，沙特与美国关系的恶化也自此开始。在美国国内通货膨胀高企的情况下，以沙特为首的欧佩克组织不但拒绝增产，反而决定减产，进一步恶化了双边的关系。现在沙特与伊朗在中国的斡旋下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但与此同时又采购了350亿美元的波音客机，被认为这是沙特在向美国释放服软的信号。美国之所以还敢利用人权法案拿捏沙特，唯一的依仗就是石油美元以及美国向沙特提供的安全保障。石油美元是沙特与美国在冷战时期共同对抗苏联在中东扩大影响力的一个结果。沙特同意石油结算锚定美元，同时利用石油收益购买美国的国债，帮助美国建立美元霸权。而美国则给沙特提供先进的武器装备和安全保障，双方的利益可以说是深度捆绑。在苏联解体后，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又变成了沙特的重要威胁。美国主导的海湾战争结束之后，伊朗又成了阿拉伯国家的共同敌人。所以，沙特与伊朗在中东的博弈中，美国始终在背后支持。白宫之所以在中东地区不断地挑起战争，维护石油美元才是其最大的动因。那么现在的问题是，美国还有没有能力利用武器出口和安全保障来控制沙特呢？可以说，他现在的筹码有限，搞不好还有可能给中国送来大礼包。首先，沙特走向独立自主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沙特之所以能够与伊朗进行和解，本身就有主动降低对美国安全保障依赖的原因。特别是降低对美国在沙特驻军的依赖。就算美国不主动打压，沙特要想推动人民币石油结算，那么今后呢，也会在武器进口时走多元化的道路，以降低对美国武器的依赖。第二，在沙特与伊朗和解之后，也门局势也将会获得全面改善。美国的武器对沙特来说并不是刚需，反而是昂贵的消耗。沙特对美国的失望源自于伊朗支持下的胡塞武装发射无人机和巡飞弹袭击石油设施，而美国拒绝提供安全保护，最后还是选择从中国购买了反无人机系统，才解决了这一威胁。从沙特消息人士透露的情况来看，沙特与伊朗的和解协议涉及非常高层次的安全承诺，比如外国军队不得利用沙特的基地袭击伊朗，那么伊朗对沙特的安全承诺也会是一个非常高的层次。美国这2位议员忘了观察形势，这次利用其国内法对沙特施压，闹个大笑话事小，进一步刺激沙特选择远离美国，那就更严重了。第三，中国不会输出安全保障，但是能够输出美国所能提供的任何武器装备。美国与中国最大的不同是，就是中国支持沙特走上更加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而美国需要通过给沙特提供安全保障来彰显自己的重要性。美国在沙特仍有大量的驻军，是当年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带来的结果。现在沙特在中东没有直接威胁，那么美国在沙特驻军的意义又有多大呢？如果排除美国驻军，中国可以向沙特提供替代美国武器的所有选项，而且物美价廉。
所以，美国议员推动断供沙特先进武器，更害怕的不是沙特，而应该是拜登政府。当然，我们也要认识到，美国议员所提出的法案与拜登会签署该法案仍有很大的差距。拜登政府很可能会利用该法案向沙特施压，但是呢，又不一定会走出最后一步。美国逐渐失去了对沙特的控制权，变得越来越焦虑。而中国能给沙特的支持就是独立自主，这样的较量将主导未来几十年的中东战略格局。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